前2天来了一帮玄门中人，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，也没想出个解决藤沙的方法。眼看就第9天了，可咋办呢？要实在不行啊，你们就赶紧带着帮乾坤来求求司藤。我看司藤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了他的命，恐怕也只能这样。你要和瓦房通话吗？不了吧，不了。听他们的声音，我心里难受。反正过2天就见着了。行吧。怎么样，坤儿？我演的像吧？就得骗骗他们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也不能让你这2天的罪白受了。虽然我仍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幻想，但是我的世界都颠覆了，你知道吗？阿姨，给喝茶。给我的？对呀，你快喝啊。你干什么？你问他呀。瓦房，出什么事了？他害死我！我害你？你多大，他多大呀？你跟个孩子在这较什么劲呢？来，喝茶。干什么？敬茶认错啊？瓦房，你这是放了多少盐呢？你多大，他多大？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啊？活该！走，带你洗脸去。福瑞，皇家的人真的有法子解藤沙？有。你师傅跟皇家的人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在边上听着呢。据说我师傅秋山当年在铲除司藤之前，还特意去拜会了皇家的人，请到当时的家主黄玉助阵。你想想啊，他们皇家可是当时参与铲除司藤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解藤沙的方法？那为什么现在才找到皇家的人啊？哎，这都多少年了，沧海桑田的，人搬家都搬了不知道多少回了。而且据说呀，皇家这套秘法是传女不传男，人到了第3代没有女孙，马上就要绝了。命大，黄玉的女儿黄翠兰还健在，老太太80多了，脑子还清楚。听你师傅汇报完情况以后，当时就说了，藤沙是可以解。单总好。单总好。怎么回事？这盆花吗？这是我新买的呀。对不起，单总，是我的疏忽，忘记跟新员工交代清楚了。我的这盆花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单总讨厌所有的植物，你没看全公司一片叶子都见不到吗？啊？那我是不是闯祸了呀？没事儿，以后注意就行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单总板着脸的样子，真的挺吓人的。其实他人特别随和，以后熟悉你就知道了。赶紧把它处理掉。
等以后熟悉了，你就知道，只有咱们白秘书是这么认为的。第几天了？嗯？哦，第9天。那是快了，眼看着清闲的日子就要到头了。对了，玄门的人过来拜山，你记得嘴巴把得牢一点。我能力损毁这件事情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你的能力不是已经恢复一些了吗？上次在山上，你已经可以用藤条做那么多事情了。我驱使藤条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怎么能消耗仅剩的能量呢？当然是要好好的休养生息了。司藤，那你现在有什么异能？没什么异能。所以你的异能根本就没有恢复，你就敢公然的招惹玄门。司藤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冒风险吗？觉得呀。可是自古以来，这富贵不都是险中求吗？再说了，我说过了呀，我是有事相求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单总，这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。你让我查的达纳酒店在秦总入住那2天发生的事情有结果了，因为是淡季，所以很多酒店都暂停营业，开业的酒店客人也并不多。我逐一核实了客人的名单及其随后动向，只发现一名叫赵江龙的客人是发生了意外的，被救护车拉走了，说是削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划伤了自己。赵江龙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。他是做陶瓷生意的，来自溧县。又是溧县。对。店里刚被捅那么大个窟窿，说出来就出院了。他那伤刀都是假的，假是假不了，大夫不说了，就没伤到要害而已。咱明明看到他流那么多血，感觉马上跟挂了似的。咱就让这老小子给骗了，没他说。他们，快上车！东哥，我知道了，祸还在赵江龙身上，在他自己划出来的伤口里。对呀，哎，难怪咱找那么半天都没找见。那你有办法帮我们找到货？我当然有。以我对赵江龙的了解，他现在肯定还在溧县。世人皆为情所困，为了友情两肋插刀，为了亲情赴汤蹈火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。可这世间哪来这么多情啊？你知道爱字怎么写吗？不会，也不想写，我从来就不需要。遮风挡雨的棚屋之下，是有人。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人间自有真情在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头上可落了太多真情了，帮你掸掸。对了，你前阵子不是一直说找你女朋友吗？最近怎么没声了？找不到。你跟你女朋友出事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呀？最好能往前回溯个1、2天，都遇到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。你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些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打发时间呗。喂，某哥，是我，单志刚。前几天去溧县的时候，记得你跟我说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
姓赵，赵什么来着？说完了。其实那天，我多少也猜到了一些。在那位马老板出现之后，阿曼的脸色就一直不太好。之后，他还一直催着我喝水。水里下了药？应该是。所以我没有洗。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到了悬崖上，紧接着遇见了你。那个人未必真姓马。阿曼也未必叫阿曼。你拼了命的想找他，就是因为那个爱吗？如果不是我把他带到达纳，他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因缘际会，一路同行。我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女朋友。不管她是好还是不好，总归都是要解开茅塞，做个明眼明耳明白人。同时，也要祝贺我自己，5件事很快就要成其3了。哎，你什么都不会，进去干什么？马到成功。我身为整件事的当事人，又是星云阁的唯一后人，居然只能待在外边，真是惭愧啊！白的忽悠，白先生。哟，小严呀，你咋不进去？我进去添乱了。为啥呀？这个虽然我是这个玄门白家的后人，其实我什么技法都不会。我其实这次来纯粹是因为好奇。我不是给人开直播嘛，我这不是为了过来长长见识，多积累点讲故事的素材嘛。对。哎，小严，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啊。你看，你也不能进去，咱俩在这儿聊会天，正好解解闷儿，不挺好的吗？是吧？说来都惭愧啊！是我身为玄门中人，结果整个什么都不会，不丢人，不丢人啊！一样。我还空占了那么高的辈分，我是秋山的徒弟，给我这辈分就夹在这儿了，比大伙儿，比您还高吧？赵江龙几年前在生意上出了一些状况，被当地的公安局立案调查，几个情妇也先后卷款逃跑。安小婷，也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的安娜，也在其中。庆发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你。他这次去达纳，说不定就是想和之前的奸夫合起来再讹你。只不过后来，或许是起了内讧，所以让你逃过一劫。但是又怕你报警，所以就跑了。
这么看来，安排的底细的确有点复杂，别把自己连累了。你就别担心我了。敢骗我兄弟的人，我会让他后悔的。算了，反正我也好好的，他那边也应该是安全的，就这样吧。行，你放心吧，你就好好散心了。哎，小严，小严师傅，来喝点茶。哟，怎么好意思让白先生破费呢？嗨，辈分高嘛，我应该的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可以啊。话说回来啊，幸亏黄老太太会解藤纱，要不然咱玄门的脸可就丢尽了。对啊，幸亏啊。司藤肯定没想到我们会去找黄家的人，更不会想到黄老太太这一把年纪了，居然还记得她母亲传授给她的解藤纱的方法，天意啊！白先生，白先生，白先生，你发什么愣啊？哎，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啊？你看，黄老太太知道怎么解藤纱。那证明这个藤纱以前曾经被人破解过。既然这样，司藤用藤纱对付王乾坤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一首《风铃记》，浑身4口挂虚空，不论东西南北风，一律为他说般若，叮咚叮咚。叮叮咚。那时候，你快死的时候，都听到了些什么呀？我听到了山里的声音，鸟叫的声音，风中传来的诵经声，还能听到山路上车子的声音。你那不叫真的死了，那叫将死未死。无感渐衰，但也没有完全失去。不像我，长眠81年，无知无觉。杨福瑞啊，你把就是你们走的时候司藤对你们说的话原封不动的给我复述一遍。他说10日为限，到了第10天藤纱就会攻心，所以让我们召集各路玄师救他性命。如果到了第9天还解不了藤纱的话，就去苍生山找他。去苍生山找他？怎么了？哎，严师傅，你看啊。比如说，我是司藤，我想找玄门众人寻仇，但是我在苍生山只碰到了2个微不足道的废物，这怎么回事？口误。我是司藤，我在苍生山呢碰到2个不怎么厉害的小师傅，然后我怎么能利用这2个小师傅，把所有的玄门众人一网打尽呢？第一步。我是不是得把这些人聚在一起，集中在一起，一网打尽？
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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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！糟了，这藤丝有毒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出事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！ 快来人！来人！什么情况？快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被司藤暗算了。暗算？这么点事儿？谭总，快！ 都说了我是有事相求，定要折腾这些做什么呀？你死之前，爱不爱看血？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？再这样心怀不轨地看着我，小心我挖了你的眼睛。我心怀不轨，我会对着一棵树心怀不轨。爱不爱看戏怎么就成了不能问的事了？你这个人。 喂，谁啊？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下九流的事儿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严师傅，你冷静一下，来，让我来跟他说。喂，请问司藤小姐在吗？我可不可以跟她说几句话？怎么了？怎么说，这也是一屋子的人命啊，是生是死全在她一念之间了，拜托了。 请问是司藤小姐吗？哪位啊？我姓白，白金。是九道街乌衣巷的白家吗？对对对，上3代是住在那儿，到我父亲那辈儿就搬了家。司藤小姐，您是认识我的祖父？听说过，当年玄门称他是玉面书生，据说喜欢穿白，白的长衫马褂、中山装，有时也穿着西服戴礼帽。 手里摇一扇弹木扇骨的扇子，正面小楷写了2句诗，云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扇子的反面以诗作画，3两墨笔，勾出了个百姓人家。司藤小姐，您过奖了，这个我是没有那个福气见到。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祖父就病逝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穿白，我平时都喜欢黑色。白金。 你还跟这不要脸的废话什么？白先生，你把扩音器打开，我跟诸位玄师打个招呼。啊，好，我开扩音。诸位，我手机。
这藤沙固然是有个发作的大限，但是平时若不想受折磨的话，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发脾气，要心平气和，多想想开心的事儿。可以听听戏曲，读书写字，闭目养神。若是像刚刚这位玄师一样，动不动就抄家伙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。平白落得我看好戏，疼的可是各位玄师啊！啊，这个说起来，还是要多谢司藤小姐。当时屋子内外都被封死了，如果这下毒的剂量都重上那么一点点，现在就是多了一屋子的死人啊！所以司藤小姐，您能杀但不杀，肯定是还有要求吧？我让严玄师带话，说我有事相求，为何你们个个都不放在心上啊？不是，他这样像求人吗？我看出来了，司藤小姐，您确实是有事相商。看来你还算是个聪明人。啊，对了，沈翠俏仙姑仙寿几何呀？我太师傅不到30岁就死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英年早逝，真是可惜啊。你这又是下毒，又是阴谋诡计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哪知道你什么意思？总不见得你要请人吃饭吧？对，就是要请人吃饭。啊？断头饭吗？那是多虑了。一来我对玄师的头并不感兴趣，二来各位可都是玄门翘楚，教化精英。我若是对各位不敬的话，那可是和天下的玄门为敌。这种事情，那是万万不敢做的。原来你还知道忌讳啊！司藤小姐，是真请吃饭吗？真请吃饭。司藤说的，大家都听到了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换作是你，你会相信大费周章，甚至把你性命都握在手里，就为请你吃顿饭？哎呀，他要是想杀你，早杀了。他能杀但不杀，肯定是有事相商啊。所以这顿宴席大有文章。但这中间到底怎么个起承转合，那得去了才知道。我想，是不是给黄翠兰老太太打个电话，问问看吧。藤沙的解法是她提供的，想必她对司藤也有所了解。从她那里，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。真请吃饭？对啊，真请吃饭。司藤，我和你的命现在俩人是拴在一起的，我们俩是自己人，你跟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。我已经不求你透露10分了，但起码你透露个2、3分总行吧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了要请吃饭，作为助理，你现在应该做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定时间地点，选饭店订包间，通知各位客人在哪儿吃饭，什么时间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安排接送。我都吩咐得这么明白了，你居然还要问？换做别人啊，这么蠢的助理，老早就要赶出去了。对了，饭店要选的档次高一点，菜要多点一些，可别让那些玄师说我小气。司藤，其实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杀王乾坤的性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找你。我虽然是算无一策，但事情难免有意外，所以他的性命我并不姑息。你这话说的，就跟吓唬瓦房要吃他一样。
你是在说我虚张声势？随你怎么理解吧。我去订饭店了。司藤有毒，司藤有毒这事儿，我娘从来没有提起过。我想她自己都不知道。但事实证明，确实是有毒啊。据我所知，司藤与秋山斗了这么多年，令堂又与秋山的关系这么熟悉，并且亲自参与了灭杀司藤，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唉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说出来，恐怕对秋山玄氏的声誉不好。什么？秋山这都死了多少年了，咱们连他横长竖短都不知道，究竟是死人的声誉重要，还是咱们活人的性命重要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话有点忌讳行吗？这不秋山徒弟吗？咱们有事问他呀。二位息怒，二位息怒，二位息怒。坐下，坐下。黄伯伯，秋山是我师傅，我是秋山一手养大的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麻烦您和我解释清楚。是他养大的没错，可你一定没有入玄门。是的，我遵从师命，从未学习过玄门技法。是这样的，因为秋山，他不能在玄门收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司藤的异变是秋山一手促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司藤是秋山养大的。我师父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让大家闭口不提。但即便是坏事，对后人也是个借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司藤说过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老会长，您说司藤是我师父促成并养大的，这话究竟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我们玄门也是门第森严。秋山有几分本事，心高气傲，却因为出身低微，屡屡碰壁，恼羞成怒之下就动了邪念。他用一种方法让司藤异变，为自己所用。难不成您的意思是，他想要一个异族供他差遣，里应外合，自导自演，让异族作乱，他去平复的戏码？如此几次三番，最后名利双收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凭什么污蔑我师父？不是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凭什么揣测他？你证据拿出来呀！证据呢？坐。老会长，您德高望重，此事事关我师父的清誉，请您说话务必负责任。我对我每一句话都负责任。废话，如此无能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师父，我能学会的，我想活。继续。不许笑。继续练。秋山虽然这么做了，却又难脱正统玄门心态。他视异族为下九流，瞧之不起，又想倚仗其成名，心里极其矛盾，所以对司藤非常不好。我娘说，司藤10岁之前，一直是被关在圈猫养狗的笼子里。真是太过分了。老会长，后来呢？后来秋山在司藤的协助下如愿以偿。哎呀，他们得意得很呐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他把司藤当家狗，全然不知这是血性未除的狼。而导致这一切的，就在一个情字上。
据说司藤遇到了一个富家少年，并与之生情，但很快被秋山发现了。秋山是视司藤为下九流的，认为物种不同，何以互生情愫，简直天理不容。于是，在那公子的面前设计，逼得司藤现了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严坤！孽畜，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等苟且之事，何人谈感情？你也配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。我再也不敢痴心妄想了，我这辈子都只会听你的命令行事。倘若有违背的话，您再杀我也不迟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求您了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我就暂且再饶你一次，但是你要给我记住，你不是人，你就是个低贱的东西，很低贱，最低贱。这辈子不是，连下辈子也不可能是。所有人也不会真的把你当人看，你记住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，我不敢了。这之后不久，已经功成名就的秋山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并择了黄道吉日，准备正式的加入玄门正宗长明山。那一天，是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日子，也是最耻辱的日子。一天之内，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万劫不复。慢！这个秋山不仅没有资格拜入我玄门正宗，而且还是个其心可诛的卑鄙小人。这个信上写的明明白白，秋山狼子野心，养异类为患，实乃我千年玄门之奇耻大辱。口说无凭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有凭据是吧？带上来吧。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命格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。星河灿烂。
的大火。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是我选择。星隐隐闪烁，无此跨过。星隐隐闪烁，无比听说。秋山在司藤身上的确下了克制之法，所以一直不曾太过提防他。没想到司藤在他手大礼之前，竟然找到了那些反对秋山受封的玄师，言明只要替他解除身上的禁锢，他就说出秋山的一个秘密，足以让此人今生今世都让玄门唾弃。可也不能就这么就跟他合作了呀。与其交易，当时几位玄师也是心生犹豫，毕竟和异族合作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。权衡再三，他们就决定暂且答应他的要求，待司藤揭露秋山之后，再一举将他杀灭。谁知司藤在揭发秋山之后，趁着群情激愤，放出藤杀，众人是猝不及防啊！这个时候，沈翠翘追了出去。打斗之时，藤杀发作，他被打成了重伤。我太师傅死的时候还不到30岁。哦，怪不得中看不中用，原来是太师傅死得早啊！你说什么？他也没说错呀，没本事也不丢人嘛，不要不懂装懂，到时候会连累我们大家的啊！你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都是自己人。坐。那后来司藤和秋山又发生了什么？秋山知道大势已去，在众玄师之前立下重誓，司藤由他而出，也必将由他亲手决断。秋山一路寻索司藤的踪迹，直到1946年，
众玄师趁司藤产子虚弱之时，一举将其灭杀。那孩子后来怎么样了？照这么来说，还是司藤比较可怜吧？都是托了他那个好师傅的福啊。那么当年，秋山是怎么让司藤异变的呢？关于这个，秋山灭杀司藤之后不久就遁世了，玄门中再也没有人见过他，此中缘由也再无人知晓了。那看来，只能当面去问问他了。浑身四口挂虚空，不论东西南北风，一律为他说般若。叮咚叮咚，叮叮咚。没点顺口吧？挺甜的。你看这老小子，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。那个女人是他老婆，听说他当年犯了事儿，倾家荡产，多亏他老婆卖了老家的地才把他救出来，对他还算是有情有义。谁要听你说这些事儿啊？啊？他住的是私人病房，查的严。再说了，医院里人多眼杂，不方便动手。再等等吧。哎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俩得听你的话呗，按你的指挥行事呗？林延曼说的有道理，还是等他出了院，回到家，再慢慢问。谢谢东哥，要不是东哥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被齐哥占了几次便宜了。你放心，我在，不会让他动的。你看这次我多听话，医院来对了吧？赵江龙啊也找到了。我其实心里知道，我跟秦放呢没有希望了，就想着呢，以后找个合适的人。可是齐哥老占我便宜，我好怕啊。放心，只要我在，我不会让他动你一下。我去那边买点东西，你就在这待着。东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乱跑的。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？我在蓟县呢。你去蓟县干什么？我看到安曼了。他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好着呢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回头再聊。志刚，你刚刚在跟谁通话？是秦放，是秦放，对不对？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活着吗？对，是秦放。他没死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我以为他没死。哎，他没死，那他为什么没来找我？安曼，你不单骗了秦放，你还……总之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说就当从来没见过你，并且希望你不要再出现了。
问题啊！我有什么问题？脑子有问题，自己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居然还在担心人家好不好？好歹相识一场，我也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儿。没救的傻子，你那个朋友也有问题。志刚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有什么问题？你们俩合办公司，你已经是整天不见人影了。他作为另外一个老板，不说站出来稳定军心、主持大局，居然一门心思的盯着你的女朋友查。有你们俩这样的老板，公司还没倒闭，也算是奇迹了。而且你都告诉他事情复杂，会有危险，这换作是普通人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他反而分外积极。为什么呀？在你眼里，安曼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连志刚都有问题，这世上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是没有问题的？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时候啊，连自己也不可相信。怎么了？那顿饭什么时候？地点在哪儿？司藤请的那顿饭，仓库会长说了，明天包一个车，大家一起走，也有个照应。我问你，你之前说司藤身边有个男人叫秦放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？对。哦，他人挺好的，对我家瓦房也挺照顾的。我估计啊，是司藤小姐逼着他当跑腿的。司藤信任他？信任吧，反正走到哪儿他都跟着。司藤可不像是什么人都能信的。这个秦放，没什么特别之处吗？特别之处，长得帅算特别吗？算，当然算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去。秦放，我和你的这一年，就当是我做了一场梦。现在梦醒了，我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他们的命和九眼天珠，我都要。你想好了？司藤，人家都已经在等了，又是你约的饭，你自己迟到不太好吧？女人化妆的时候不能催，这是基本的社交礼仪。你不是已经化了1个小时了吗？我就算化10个小时，你也得乖乖的等着。怎么，都到了吗？严福瑞说，有个叫沈银灯的没一起来。啊。是玄剑洞的人吧？一向没什么本事，想来也帮不上我什么忙的。破船也有3斤钉，人家玄剑洞既然能在7洞中占一席，那一定是有人家独到之处的。像你这么轻敌大意的，说不定啊，日后一定在玄剑洞的阴沟里翻了船。你就这么盼着我翻船啊？你不是想要报仇雪恨、卧薪尝胆吗？我就是偶尔扮演一个苦胆的角色，时刻提醒你。戒骄戒躁，稳扎稳打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。
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3000越甲可吞吴。这个兆头好，像我，写实。太过分了吧！说好请我们吃饭，这都几个点了，这不就是在羞辱我们吗？小玄师，火气挺大呀。马凡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家别客气啊，饭菜不合胃口吗？快尝尝。来，大家坐，走。司藤小姐，你这次来是向我们众玄师讨债的吗？无怨无仇的，此话怎讲啊？可是咱们上一辈子，老玄师不都说了吗？上一辈子的事儿，这么多年了，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这个人啊，最是大度明理，不会攀扯什么父债子还、祸及子孙的。那你还向我们下藤沙？不下藤沙，你们怎么能来吃这顿饭呢？不下藤沙的话，我让你们做事，你们又怎么会乖乖的去做呢？马玄师是3岁吗？这点常识也不懂啊！司藤小姐，那你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事呢？想问问大家，这么些年，可曾听过、抓过，或者见过别的异族？不是些不入流的小玩意儿，我问的是像我这样的。没事，各位玄师慢慢想。不过时日不多，可否在3日之内帮我解决此事？太过分了吧！找不到你想怎么样？让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全都毒发身亡吗？司藤，你如果同时跟我们这么多玄门结仇，恐怕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？哎，兄弟，走。我要是还有日子的话，当然不敢跟各位玄门结仇了。不过，我的这个要求，你们要是达不到的话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索性，大家一块儿死，人多热闹，到了下头啊，还能凑几桌麻将呢。各位玄师，3天。请问，司藤小姐，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另一个？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这世上，寂寞呗。哎，别，嘴那么馋呢，小心这菜里有毒。去，你看咱这都啥样了？有毒也是吃，没毒更要吃。怎么，你还给他省钱是怎么的？哎，哥几个，菜不错。这高档的地方啊，厨子手艺就是不赖。吃，动筷。哎，去，豁出去了啊！这件事情办得不错，不过是不是也说明，你平时也没少在背后给人家玩阴招啊？我怎么可能？一般这种事情那都是志刚干的。会长，我相信这世上很少有独一无二这么一说。那像司藤这样的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了吗？有，我相信还是会有的，但是难找，非常难找。这话怎么说？这个司藤小姐，
如果跟你大街上面对面走过，你能看出他是什么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：“乱世纷争为怪奇，盛世平安做人类。”更何况，司藤是想找一个和他一样的，以具人形、异能深厚，并且在世上混迹了不下100年的。哎呀，可是最难找的，恰恰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。我说句跑题的话，这一个个单纯又毫无警惕的小玄师啊，是拳打脚踢，快刀快剑。这怎么跟我？那现在人类的科技手段这么发达，那如果他们因为这个忌惮而循规蹈矩，不出来作乱了，那我们又去哪里找呢？师傅，咱们要帮那个阿姨再找个朋友。可他一个都已经那么厉害了，再找一个，咱们还能打得过吗？童言无忌，无忌啊！你说你真的是因为寂寞，还是在寻求恋慕啊？还画，再画就画出松猴子的火眼金睛了。秦风，有人做一，就有人做二。螳螂捕蝉，焉知没有黄雀在后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好好玩，我先走了。真晚。秦放，那里有租双人自行车的，我们租一辆绕湖玩啊。秦放，我肚子饿了，你给我买个冰淇淋嘛。追上了没有？跑了就跑了吧，这么一大群人都在，捉到了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他们玩的这些小动作，我心里有数就行，要看破不说破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还能有谁啊？沈银灯，跟我玩这套声东击西、黄雀在后。看来这帮人也不全是傻子嘛。他是沈银灯？怎么了？跟丢了魂儿一样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司藤，你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，就是一个碰巧没死成那种？哪有那么多碰巧啊？你以为玩过家家呢？也是啊，当年是我亲自送他走的，不可能。
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是双胞胎，也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却长得一模一样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长得一模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难道沈银灯跟你认识的什么死了的人长得很像吗？真的很像。哦，这么巧。别犹豫了，就3天时间，你不找怎么办？怎么就你怕死？各位，我总结一下，我们刚刚争论的焦点主要有2个：第一，该不该帮司藤找同类；第二，该怎么帮。我觉得就不该。他说什么因为寂寞，一听就是糊弄人的。瓦房小是小，话说的有道理，一个已经这么棘手了，再帮他找个，2个连起手来兴风作浪，玄门的人还要不要活了？咱们可以帮他找，找着以后一网打尽，一箭双雕不就行了？一网打尽，你有那本事吗？说的轻松。再说了，咱们所有人都没和他对上过，你知道对方什么斤两？咱们能不能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好歹咱们堂堂千年玄门，卧虎藏龙，我还真就不信没个高人可以铲奸除恶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来说2句吧。会长，沈小姐来了。哎，沈小姐，刚才我们都见到司藤了。我知道，我也在。你也在。司藤阴险狡诈，总不能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所以我跟在暗处，就是想打探清楚，他到底想做什么。那你打听到什么了？他倒是也没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到秦放对他说了句：“你不是要报仇雪恨，卧薪尝胆吗？”听见没有？什么狗屁过去的过去了，什么叫大度明理，就不应该相信他。沈小姐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沈小姐，这。司藤与玄门有仇，无非是他当年被秋山算计，受了些苦头。可是他与我玄剑洞是有着实实在在的血海深仇。沈小姐，令祖上的事确实不幸，可那毕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现在司藤没有要深究他的个人恩怨，您又何必旧事重提呢？过去，事情没发生在金陵白家，白先生当然不能感同身受。这些年，各门各自行事，互相之间走动的也少，恐怕大家都不知道，我玄剑洞沈家到底发生过什么吧？沈小姐，当年沈翠翘重伤致死，还有后话。司藤因为记恨我太姥姥，所以对我们沈家用异族的方式下了禁制。这种禁制一代传一代，我的姥姥、母亲都是因为难产而死，死时都才不到30岁。我们玄剑洞的克敌技术虽不是什么惊绝天下，但也需要口授亲传。纸上的东西晦涩难懂，后人难以领会，以至于玄剑洞的技术几近失传。表面上他是重伤我太姥姥，而事实上他是绝了我玄剑洞的门户啊！没想到啊，司藤刚才在宴会上还说什么明理大度，真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他做事这么狠。那沈小姐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他不出现，我永远也找不到他。既然他已经现身，我就一定要杀了他。
怕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孩子？怎么，钱花光了？司藤小姐呢？司藤小姐，我给您带了点营养品，还有水果，啊，还有这个元气森林。要是营养品太甜腻，您就喝点无糖的气泡水往下顺顺，既美丽又能保持身材。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司藤小姐，我知道我师父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想到他当年会一时糊涂，做出那么伤害你的事情。换作是我，我也会想办法寻仇的。我也想通了，我这人也没什么出息。反正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但凡要是我的命能够替师父抵了债，同时也能消了您的怨气，我就没白活。你说什么？你师父对不起司藤？原来你们什么都知道了。王老太太都跟我们说了，她虽然年纪大了，下不了床了，但和我们视频连线。一个老太太搬弄是非有意思吗？师傅，他又生气了。他生气的时候要离得远远的，不然会遭殃。你现在倒是挺有经验的。司藤小姐，谢谢你这些天对瓦房的照顾。这孩子皮归皮点儿，但是不说假话。他和我说了，你待他很好，可能就是有时候有点凶。那要是这样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您记着，星云阁有愧于您，您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，随时来找我取我性命。告辞了。走。等等。你现在是跟苍红他们住一块儿吗？没，这不打算带瓦房回家住吗？那你想个办法，搬去跟苍红他们一块儿住。为啥呀？你不是要替师傅还债吗？我想了一下，像你这样的，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。你不是跟苍红他们混得很熟吗？那你就去帮我探听个消息，传个话什么的。这好像是俩事儿，传个话什么的我会。钱先生，打探消息，这是让我当卧底吗？不行啊，这哪行？我心里你也知道的，我脾气不好，你们的人又不信任我，咱们合作事小，回头闹得分崩离析了，事儿可就大了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卧底也是调和。当也得当，不当，当，我当。严福瑞，等一下。这是瓦房爱吃的零食，之前走的时候忘了给他了，多亏司藤提醒我才想起来。他那么好心，谢谢叔叔，也谢谢阿姨。你终于愿意叫他阿姨了？挺好的，就是有一点凶。
那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记得要谢谢他。嗯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啊！岳夫人，哎，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啊，你说能帮的肯定帮。沈云登你认识吧？认得呀，这次没来。我知道，我就想拜托你，如果你还能再见到他，你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，偷偷的？干嘛呀？我有用。不好吧？偷拍人家大姑娘，不是秦爸，你这条件、形象方方面面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用不着，你直接和他说就完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想什么呢？那我保证，你拍了之后我就看一眼，看完一眼我就删。行吧，我帮你这忙，就当是在我卧底生涯开始之前，提前做个训练。谢谢，拜托了。你以后别老整这事儿。拿来，给我，别吃。师傅，你为什么叫我手里有吃的？废话，给你检查检查。胆儿也够大的，给你就敢吃。师傅怎么教你的？陌生人给你东西能随便吃吗？何况他还不是人呢。给我，快点给我！我这么多天吃了他这么多东西，你都没给我检查，师傅，你是不是傻？嘿，哼，这孩子有奶便是娘，天生的吃货。我还得给人家当卧底，愁死我了。可是师傅，司藤阿姨真的很好啊，她还跟我说秋千的玩呢。她还给我做秋千？咋做的？就是用那个藤条，一下子就搭起了一个秋千，可不一样了呢。自己去玩吧。啊！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嘿。白先生，沈小姐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请讲。异族产子便会散尽全身力量，连年兽都会与常人无异。那么司藤为什么会是特例呢？这个嘛，万事万物啊，总会偶有不循常理之数。司藤呢，自从异变开始，他便与寻常的异族不同。据我推测，是秋山异变他的方式，还是与他同类相识有关呢？都有可能，但是毕竟没有根据，不好下判断。知道了，打扰了。沈小姐，沈小姐为何对这件事情如此在意啊？强敌在前，知己知彼，胜算更大一些。不愧是玄剑斗的后人，步步为营，心思缜密。我相信接下来沈小姐也会如上次解藤纱那般毫发无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在夸你啊。
芳，我已经死了7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邢芳，食堂里好冷啊，你怎么还不送我回去啊？吃完。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民歌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，成一班孤独列车驶出了夜色，你望着星河灿烂，歌颂着谁的勇敢，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把火，看星星陨落，熊熊的大火，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，是我选择，星隐隐闪烁，不自快活，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把火，看星星陨落，熊熊的大火，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，是我选择，星隐隐闪烁，不自快活，星隐隐闪烁，无比听说。思德，你爱上过什么人吗？你会爱上一棵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物种不同，哪儿来的爱啊？
这怎么能一样？你好歹看上去和人类没什么不同。没什么不同。可在我们看来，你们人类是又脆弱又胆小又愚蠢，最重要的是还短命。我是有多想不通，才会爱上一个人呢？我的大脑一定是被你辐射的变异了，我居然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因为你现在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啊。大姐，你快点吧，赶时间，人家派出所关门了，快点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去派出所。去派出所做什么？去派出所办身份证啊。我们人类啊，有一样东西叫户口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没有，所以我们管你们这样的叫做黑户。那你记住了啊，你呢？你现在是山里的这个超生户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户口和身份证。后来呢，你就遇到了我，所以你想，我想什么？你想好好和我相处，你想过正常人该过的生活，你想好好和我谈恋爱，所以你要落个户，办个身份证 ，OK？ 谁给你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也是被逼的好吗？给你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落户，你知道我得付多？带路。请。别动，看着镜头，收额。哎，你把那个耳环摘了。这是规定，拍证件照不能戴首饰。你把发卡也摘了，把耳朵露出来。拍证件照要照全脸。看着镜头，好。把妆卸了。有规定，拍证件照不能化妆啊！拿着。别动，1、2、3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拍的还行吗？哎，你这头发怎么？哎呦啊！史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要来，只是晚你们一步罢了。啊，哎，史小姐，怎么了？我能？不能。是不能。我哪能干成这事儿啊？不知你这次是为何而来呀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忙活了一天，大家各自找自己的熟人四处询问，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呐。
虽然还不明确，但是还是有了些眉目。之前还说怎么难找，怎么困难，这一下子就有眉目了，未免也太快了点吧？事关身家性命，大家都很着急，生怕晚一步会毒发。虽然有了眉目，但还不敢确认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知会一声，免得司藤小姐误会我们故意拖她。误会倒不至于，大家合作共赢吗？司藤小姐说笑了。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急，我还有话想问问苍红会长。听说当年秋山灭杀我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师父都在场，是吗？当年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幼童，什么都不懂。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？可否讲一讲？当年，哎，司藤小姐，你不是也在场吗？在是在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这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南辕北辙。这无妨，自己人，说吧。当年，秋山、李正元、黄玉三位玄师，借着七星石盘找到了你的踪迹。因为司藤小姐当时产后虚弱，三人合力将你击杀。秋山玄师引惊雷焚烧你的尸骨，可奇怪的是，竟无法炼化。在大火中，你一直喊着说会回来的。没想到70多年过去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我司藤这一生从无败绩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秦风，送客吧。司藤，你居然还有个孩子！你说，一个女人明知道一个男人在骗她，还要跟他在一起，还要给他生孩子，是为什么呀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爱吧。因为爱。是因为蠢吧？什么时候我们变得这么前怕狼后怕虎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说出这种话，你们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玄门呐，千年玄门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还居然说出他们如果不作恶就皆大欢喜了？
他们的存在就是错误的，怎么能够保证他们不作恶？够！你们一个个还配做玄师吗？就只会在这动动嘴皮子，不就是怕死吗？还有你沈银灯，就这张嘴厉害。哎，他这是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令先生，干嘛去？要你管！谈崩了吗？这是？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我们本身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事情一旦成了，我们也算是一举三得。横竖是命数使然，定就定了，大家也都别争了吧。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，可将司藤带到云溪寨。你指的云溪寨是？没错，就是我们沈家历代所居之处。如此一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也算是占了先机。所以这2天大家不妨查一查云溪寨的周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信息，比如说某些失踪的异族。王会长，散会了啊？饿了吧？我给你们弄点吃的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说啊，他师傅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我们跟着倒霉，他反倒没事。他真以为司藤能放过他？我要是司藤，第一个就先拿他开刀。这2天他们心理压力大，说话难免不好听，别往心里去了。哎，生死攸关的时候嘛，可以理解。哎，本来这次收到邀请，我心里挺兴奋的。我以为说不定能开启新的认知，给我讲故事多积累一些素材。结果没想到走着走着，居然演变成了远年恩怨的互相报复。真是都投一盆凉水，索然无味啊！哎，白先生，你说互相报复，不是司藤心里有恨要报复我们玄门吗？怎么成互相了？沈银灯的先祖就是被司藤杀的，本身就有恩怨。司藤还给沈家下了那么重的金旨，也难怪沈银灯恨他。什么禁止？唉，不是，你话别说一半啊，告诉我呗。我一会儿告诉你。亲人，老会长，云溪寨的事情有劳您多多费心。好，那边比较复杂，你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，好吧？明白。好，那有事我们再沟通。你还在为水逆而苦恼吗？本周的星座运势告诉你非常的好。你拍我照片做什么？不是我想拍的，那是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拍的。没有，是那个秦放他是秦放让你拍我的照片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有什么这个居心叵测，应该是司藤小姐让秦放拍的，于是秦放就找我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吃饭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？我司藤小姐肯定是好奇，因为只没见到你，于是就是。司藤，仓务会长打电话过来说，他们已经基本确定了大致的范围，说在什么云溪寨附近。你跟苍红说，他德高望重的，
照理来说，我不应该怀疑。但是他说云溪寨有就有啊，怎么着也得给我看看证据啊，哪怕是身上的一根毛呢。这云溪寨在哪儿啊？听过。沈翠翘的老家，玄剑洞的地盘。司藤，你可得小心一点。沈银灯是跟你有仇的，那又是他们的地盘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想把你引过去，在那儿收拾你呢。我小心什么呀？他沈银灯，就算是在前路上给我挖了个陷阱，我连坑带路铲了就是。跟我玩阴谋？你说这样大话，怎么不凭空降一雷霆劈你一脑袋呢？你现在胆子挺大的了。那是因为你并不坏。我就是想不通啊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会爱上什么样的男人？谁都不爱，我也从来没爱过什么男人。那你还给人生孩子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事儿。没什么，我那时候大概是瞎了眼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秦放，司藤小姐在吗？在里边。怎么了？我找她谈点事儿。你们这一天天的，多少人来谈事儿啊？你别管了，我进来了啊。找我有事啊？司藤小姐，我想给你提个意见。提呀。啊，那意见提了，咱不带生气的啊。从谏如流，我这个人啊，最是大度了。好，司藤小姐，我觉得，即便您不是人，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但是你也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，比如说，玄门答应帮你找到同类，那你就解了大伙儿的藤杀；再比如说，我答应死心塌地的效忠你就当我给师傅抵债了，不再计较师傅和你的仇怨。那就不能我们把事儿办了，您反过来把我们给办了，就说背后捅刀子呀、翻脸不认人这种事儿，我觉得是不对的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会出尔反尔？翻脸不认人吗？我个人是很相信司藤小姐的为人的，但是吧，我刚刚听到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小中见大，啊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。严福瑞，你是不是想去见你师傅啊？哎，刚不还说从谏如流的吗？怎么就急了？你这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？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事儿啊？来，坐下。好好跟我说说，都是怎么造谣编排我来着？你把玄剑洞的掌事沈翠翘给杀了。啊，当然了，那会儿是旧社会嘛，法制都不健全。再说，玄门对您，他也是吧，所以说不能完全归咎于你。但是。你怎么能下那么残忍的禁制呢？你让玄剑洞的女性世世代代都因难产而死，您想想，那小孩刚一落地就没了妈，这太残忍了吧！胡说八道！谁不知道我司藤战无败绩？想掀翻他玄剑洞不过一抬手的事儿，还用得着？哦。
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司藤小姐，干了就是干了，没干就是没干，怎么还可能有啊？难道您自己做了什么，您自己还记不清吗？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我还上了台面？秦放呢？是我眼花了。秦放，秦放，秦放。秦放，长安，秦放，秦放，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慢着。哎，司藤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秦放和沈小姐其实他俩不熟，我觉得他们之前压根就不认识。这事儿我能打包票，因为什么呢？秦放还让我偷拍过沈小姐这照片。不熟啊？不对吧？那他们俩现在，这是破镜重圆，还是一见如故啊？有事儿吗？你回去跟苍红说，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死敌，但也不是朋友。不通过我就把我的手下人约出来私了，似乎不太好吧？玄剑洞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书香世家，但也不至于家教疏忽至此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。司藤，这事儿没你想那么严重。其实上了我的门，踩了我的地盘，不递拜帖不打招呼也就罢了，见了我的面，居然转身就走。哼，我跟沈翠翘好歹也是一张桌子上喝过茶的，算是长辈。还有啊，有一点你要转达给沈小姐，听说她跟我有仇，想必是心心念念要报仇的。但是在报仇之前，还请告诉她，要去多读一些名人轶事和历史传记。古人说，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勾践之所以能复国成功，但因他沉得住这一口气，礼数周到，不露声色。但凡他像沈小姐这样，一见到吴王就一副恨意滔天的样子，怕是吴王早就全了他这份殉国的心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走好，不送。司藤，其实沈小姐，你别走这么快嘛！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换作是我也一样。但你别跟司藤计较了，你和他是说不通的。
我也找他理论过，说他不应该对玄剑洞做这么过分的事情。谁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，说做了又能怎样？他承认是他做的。承认了，没什么可抵赖的。他怎么会承认呢？为什么不承认？做了就是做了，做错了就得认，我就这观点。哎，沈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苍红会长，这样的，司藤他们那边现在要证据，所以呢，没什么要和我交代的吗？不是，这件事真没你想那么严重啊。我也知道，你这个时代，很多规矩都不用守了，但是避嫌2个字总会念的吧？我跟那些人的关系正在微妙当中，于情于理，你都不应该和沈银能私下会面。是。我相信，你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，总该会是有前因的。所以这沈银灯到底和你认识的什么人长得一模一样？他和我的初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怎么还惦记着你以前的女朋友啊？不是，陈婉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我只是……真的一模一样？真的一模一样，而且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。不过，我心里也清楚，他和陈婉毕竟不是一个人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之后再也不见他就是。别，2回事儿。又是初恋，又是一模一样的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也是正常的。反正这个安曼出局是肯定的了。你要真是对沈银灯产生出了什么特殊的好感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还是风平浪静、淡泊以对，反而值得怀疑了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沈银灯，我不让你们见面有用吗？怕是会越近越烧，势同燎原吧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银灯了？你跟他怎么样我管不着，你只要记住2点：一，管好你的嘴，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；二，真跟沈银灯花前月下的时候，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我这个人虽然大度，但是看见他一副跟我有仇的样子，心里不舒服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花前月下？你把我秦放当什么人了？还有，你能不能别老是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教育小孩呢？你在我面前可不就是小破孩吗？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是个什么人就跟你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还说你跟我……别动。嗯。转过去。头低一点，脸往右一点，再右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别有别的表情。我与你说，其实家与爱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头上都有遮挡。司堂，在外漂泊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想有个遮挡吗？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玉行的呀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的祖上往前回溯，
有没有人来过苍城山？我们家世代都住余杭，我爸爸、我爷爷、我太爷爷，个个都是老实本分，最远只去过深海旅游，从来没去过苍城山这么远的地方。从未。从未 ，never。照片拿来我看看。什么照片？你爷爷他爸的。我太爷爷，我太爷爷照片都在老宅里呢。你要是想看的话，你得跟我去趟老宅。你在那边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吗？随便委托一个人去老宅翻拍一些你太爷爷的照片，拿给我看不就行了？对了，再帮我找一些他的书信，我要看看他的字。为什么？我吩咐你就去照做，谁给你提问的权利？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神情和语调打听一个男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如果往前推年份的话，你没死那会儿，我太爷爷正好是风华正茂。难道你和他？不会吧？你对这个人是已经没什么眷恋了，是吗？安排。师尊和我太爷爷，不会吧？你在干什么？这几样东西，取的是终生平静之意。可但凡女人摆弄这些，到了后来，却都变成了揽镜自照。你这一大早的，怎么还突然文艺小清新起来了？过去那些臭男人，好歹还能知情识趣的附庸风雅几句。再看看现在的，真是地里的韭菜，一茬不如一茬啊！真是对不起啊，让你对我们这些臭韭菜失望了。给，这是我同事去老宅拍的照片，你看吧。这是全家福吗？对，我太爷爷、我太奶奶还有我爷爷，都在里面了。这个就是你太爷爷吗？对。你太爷爷怎么长得这么胖啊？你懂什么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能长胖，那说明家境优越，好不好？倒也有点道理。果然是现在条件好了，营养健全，一代比一代好看。尤其是你，
长得跟个基因突变似的。你能不能别学点词就乱用啊？什么基因突变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才基因突变。我就是基因突变呀，不服气吗？服气。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有人又有字的照片。你太爷爷这字啊，真是跟他的人一样，彻底绝了我所有的想象。不会啊。是的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和我太爷什么关系了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是越想越惊悚，我都开始做噩梦了。你说万一你和我太爷爷是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命的关系，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你太阿姨？不过按照年龄来说，你确实可以叫我一声太姑奶奶啊。来，乖，叫一个听听。太过分了。是我疑神疑鬼了吗？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民歌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，乘一班孤独列车驶出了夜色，你望着星河灿烂，歌颂着谁的勇敢，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把我，看星星陨落，熊熊的大火，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，是我选择，星隐隐闪烁，兀自快活，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把我，看星星陨落，熊熊的大火，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，是我选择，星隐隐闪烁，兀自快活，星隐隐闪烁，无比听说。
这就是我所说的赤伞。大约在300多年前，在云溪寨一带确实出现过一位异族。这一位据说顶天立地，遮天蔽日，其状如伞，所经之处必伤人无数。后来是沈家仙人出面联合众玄门高人，才断其一条臂膀。重伤之后逃走，就再也没了踪迹。所以这个赤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的。我们沈家就在云溪寨一带。当年赤伞被砍的那条胳膊长几许，宽几许，色泽如何，质地怎样，我们玄剑洞都做过记载，玄门也曾互相传阅。最要紧的是，我曾在黑背山亲眼见过赤伞。嗯，你真见过赤伞？如果真是赤伞，那我们玄门还要尽自己的本分呢。沈小姐，你真见过这玩意儿？几个月前，我与赤伞在山区偶遇，力拼不敌。逃跑时，我用我沈家家传之法重伤赤伞，赤伞的血滴进了土里。你还真遇见过赤伞？不过，以你的能力啊，怎么可能逃得掉？以我们沈家的能耐，对付其他异族怕是很难，但是对付赤伞还是有办法的。赤伞重伤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。以我的了解，近期也不会出现。所以，但我们弄点云溪寨的泥土不就行了？这个说法靠谱。一点几个月前的血如之泥就能让司藤相信？我持管留意见。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已然给了一个异族有可能的下落。若你们还在这里犹豫不决，就等着藤沙发作吧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也只有听天由命。这原本就是一场压注罢了。既然和玄剑洞有这些旧约，那玄门的人就最好真能在云溪寨给我找出些线索来。我倒要当面好好问问你，当年到底都做了哪些上不得台面的事？世间存真理，宇宙有奥秘，上下5000年，解惑一瞬间。大家好，我是人类的老朋友瓦房。瓦房啊，你师傅呢？有工作，我一个人来玩了。你师傅？你师傅有什么工作？来吃糖。师傅说了，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。你师傅说我是陌生人啊？嗯。我是陌生人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之前在司藤那儿的时候，司藤给你的东西你吃不吃？吃。他给的你就吃。嗯。我给的你就不吃。嗯。我是陌生人。嗯。那他不是。他对我可好了，我一会儿还找他玩去呢。这。老房。啊。老房。嗯，你来。嗯，你刚说你要去找司藤阿姨玩是吗？嗯。哎，瓦房，你想不想听故事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嗯，师傅说你是个大忽悠。我不忽悠小孩，你师傅不教你好。我给你讲个故事，我给你买好吃的，
不要。要不你听我讲故事，我给你钱。嗯。师傅教的真好。你先站着，我讲完给你。啊。就说呀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西南边陲密林深处有一个异族，非常恐怖的异族。他的身子瘦瘦的，头大大，有 FO， 为爹知道吗？那么大，让附近村子里的小孩都被他吃了。他身上有好多黄色的脓包，尤其喜欢吃你这种细皮嫩肉的不听话的小孩。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哎呀，连个孩子都不愿意听我讲故事，要努力呀！阿姨，你在写什么呢？这些字为什么我都不认识？因为我写的是繁体字啊。什么是繁体字？你姓什么？我自然跟我师傅姓。来，教你写你的名字。会用毛笔吗？嗯。3个手指头，上下，来，这几个握起来。蘸墨。拿好了啊。盐。这是勾，再蘸一下，自己蘸。对。名字叫什么？瓦房。撇儿。教瓦房写字呢。秦叔叔，快点走，别烦我。秦叔叔，刚才阿姨的手好软的。你一个小鬼头，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是不是？我说的是真的呀。秦叔叔，你画的好好看。宝宝，你是不是想学画画？秦叔教你啊。来，你想画什么？白叔叔给我讲了一个叫什么伞的怪物，头大大的，是 UFO 飞碟，身子细细的，跟树枝一模一样。什么伞？赤伞。对，就叫赤伞。你知道是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不过我本意不在此，也不打算和赤伞争斗。他们找到了也没用。那你要找谁？瓦房跑哪儿去了？瓦房呢？躲！臭小子，我发现你胆儿挺肥呀！你还敢一个人跑到司藤那儿去？你不怕他吗？他不吓人啊！他今天还教我写字了。是吗？总之以后啊，你去哪儿都跟师傅说一声，师傅带着你去，听见没有？记住了。睡吧，师傅晚上吃多了，出去散散步，你乖乖的
好吗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，会长？老了啊！会长，刚才你看到是谁了吗？不知，但一定是异族。异族？刚刚我的探测仪发生了异动，应该是感受到了异族的气息。不会是司藤来过了吧？这个司藤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表面上等得气定神闲的，暗地里是不是起了疑心，偷偷来探个究竟了？哎呦，你们紧张什么？我觉得司藤不会做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。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这附近除了他还有别的异族？看来我们要跟异族一战到底呀！师傅，追，干嘛呢？老会长，你怎么了？你们都回去吧。乾坤，送我回房。好。您咋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老天保佑，让这一切都早点结束，让我早点回家。嗯，没锁门吗？心乱，脑子也乱。跟着师傅东奔西跑的，连瓦凡也遭罪。皮孩子，不闷死你啊！老王，出来吧，别闹了。我都瞧见你了，快出来。老王，别闹了啊！老王，瓦凡，瓦凡，见着瓦凡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看不见瓦凡在那。大晚上的干嘛呢？孩子丢了，刚才不在房间呢吗？我刚进去头就不见了，这门还开着，这大晚上能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找找去吧，咱们出去。对，走。就这儿。师傅，他在喊我的名字。师傅，你在哪儿？师傅在哪儿？师傅在哪儿？哎，神呢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哦，这个一定是人贩子，新型的犯罪手法。
他们一定是遮挡了摄像头，以掩盖罪行。那赶紧报警啊！哎，快报警！报警！不是你们这儿怎么还能有人贩子进来呢？喂，110吧。天气真好呀，这么早？诸位在做什么？您这一晚上睡得可真香啊！我最近睡眠不太好，吃了些药，所以睡得比较沉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把房丢了。你说什么？白先生来了。白先生怎么样？警察来过了，调看了所有的监控视频，确认瓦房没有走出这家酒店。他能去哪儿啊？所有的客房一间一间都查过了，没有线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该不会真的是司藤干的吧？你是说司藤把瓦房带走了？他之前的确扣过瓦房当人质，但这个时候掠走瓦房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，叶夫人，你别冲动！我告诉你，冲动是魔鬼，你这样打得过他吗？哦，对了，诸位，有件事忘了跟大家说，那个证据稍后就会送到。这么快？来了！司藤小姐想要瓦房做人质，和我说一声就好，我自会把她送过来，何必半夜抓人？她还只是个孩子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明白，我很没有用，没有给你们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，但这不关瓦房的事儿啊。我抓他做什么呀？你先冷静一点。像他那么嚣张，抓人那都是明抢的。对，这点我同意。也是啊，我替你做事吗？我们是自己人，你抓他干嘛？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白先生，找着瓦房了？没有，我们是来找司藤小姐的。找我做什么呀？你要的证据，我拿来了。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赤伞的血如之泥吗？没错。当日事情发生的太快，我与他也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说他是赤伞，也都是事后根据旧时的记载所推测的。我看看。别急。好臭，好臭！不要这么臭。司藤小姐怎么看？难说。哼，司藤小姐鉴定同类孰真孰假，就这么难吗？这图取自云溪寨，写若非来自赤伞，那一定也是其他的异族。你若去云溪寨，我甚至可以带你去实地看一看。这难说二字，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。孰真孰假，我心里自然有数。各位请回去吧，等我的消息吧。你说那个司藤是不是起疑心了？早就说过，这写好长时间了，那图可能没什么用。不应该啊！要真起了疑心，怎么着也得到实地看看才能确定吧？我们横竖也没撒谎啊，沈小姐不都是亲身经历过了吗？没可能，她没可能会怀疑。我回去问个清楚。哎，
这到底是不是赤伞的什么血什么泥啊？不知道。你不是闻过吗？我长了狗鼻子吗？闻了就知道是谁的血啊？那你怎么鉴别啊？鉴别不了。那你既然鉴别不了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让苍红去取什么证据啊？做戏就要做全套，滴水不漏才能百战百胜。怎么了？拿近点，我看不到。我去还是不去啊？沈银灯找你啊，这摆明了就是想打探我这头的反应。你想去就去吧。不过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心里头总有个数吧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再说了，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不得跟你一起陪葬吗？愈发上道了。去吧。秦放。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，投桃报李，我给你个忠告：金玉良言，你要时刻谨记。什么话？你就死了心吧，沈银灯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银灯了？不喜欢吗？那我看到你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怕你眼珠子会掉下来。你这话说的也太夸张了。我只不过是多看了他2眼，那也是因为他跟陈凡长得太像了。那换做是别人，遇到跟自己朋友长得像的，不都得多看2眼吗？行，你怎么说都行。还不快去啊！沈小姐可是在外面等着呢，我都怕她一会儿等急了，要翻墙进来跟你私会呢，多有伤风化。你还没走啊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就是想知道，异族出现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异常？别什么事情都觉得是异族做的，我们就算再闲，也不至于大半夜跑到苍红那帮人面前嚣张作怪。吃饱了撑的吗？司藤小姐，您不知道，老会长说了，当时大伙儿都明确的感受到有异族来过呀。宝宝是你亲戚吗？捡的，山里捡的。有一天早上，我想去苍生山里采药。那天雾特别大，忽然我听见草丛里有个声音，我就顺着声音过去了。我看见一个小箱子，就把布打开，马芳就在那儿，又瘦又小的，跟个小猫似的。我就把它带回家了。我每天给它熬那个蜜汤，然后那烧，我就蒯那边上那个皮儿，我就一口一口的喂。小孩挺争气，挺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孩子无父无母，没有来历。可以这么说。为什么他一丢，你们都觉得他是被掳走了呢？也许是他自己跑了呢，也许他自己就是异族呢。司藤小姐，您是聪明人，聪明人说话讲道理啊。他从小被我带大，从那么一丁点儿，长得能跟在我屁股后头跑，喊我师傅。他怎么可能不是人啊？你
哭什么呀？我又没说什么。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别哭了，人丢了你倒是去找啊。找。行了行了，在哪儿丢的？带我去看看。司藤小姐，您要跟我去宾馆调查调查吗？不然呢？好，太好了！你要能去，马芳肯定有救了。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秦放，哎，秦放，司藤小姐，秦放住哪房间？她钱包没拿。楼上右手第2间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！反正你慢点走，我和司藤小姐正要出门，顺便给你带过去啊。司藤小姐，她和沈银灯还没走远，咱们抓紧吧。钱包不准带过去。钱包又怎么惹你了？我这次出门我忘记带了。按照规矩，是他要见你，他应该请你吃饭。我是个男人，男人跟女人吃饭有让女人请吃饭的吗？你们这个时代男女平等，就应该他请。秦放，怎么了？还不走吗？哟，在你面前倒是挺温柔乖巧的嘛。你明说吧，你想怎么着？我不想怎么着，我就是烦他沈银灯。你为我做事儿，钱就是我的，花我的钱请他沈银灯吃饭，休想。哟，这是谁啊？挺漂亮的嘛。什么谁？你挺长情的嘛，现在还留着安曼的照片呢。别乱说，那是陈婉。这是谁？我说那是陈婉。咱走吧，抓点紧吧。田福瑞，你看这姑娘漂亮吗？啊，好看好看，咱快去吧。司藤小姐，咱不要去宾馆调查吗？快点吧。不急，你再好好看看。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秦放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认识呀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还能有谁啊？沈银灯。你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，一个碰巧没死成那种？哪有那么多碰巧？你以为在过家家呢？难道沈银灯跟你认识的什么死了的人长得很像吗？他和我的初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，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。秦放，什么时候送我回家啊？这么巧啊！秦放，又来了，接不接？你让沈小姐接电话。他让你接电话。喂，沈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看来秦放今天是不能请你吃饭了。你让他现在马上回来，帮我收拾行李。我明天就要去云溪寨了。乾坤，会长，你怎么样了？浑身无力。会长，此次黑背山之行，您还是别去了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此去黑背山路途遥远，舟车劳顿，
您现在又受了伤，我就怕您身体吃不消。不行，目前玄门一盘散沙，关键时刻连个做主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您听我说，您现在是玄门的精神领袖，德高望重，因为您，我们这些散落的人才又聚在一起。那如果您一旦出了什么事儿，那玄门就不复存在了。况且我们现在谁也不清楚司藤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。那我不去，谁能带领大家呢？乾坤，我？乾坤，他能行吗？我不行。你行？我不行。师傅，别开玩笑了，我现在还没从这个世界上有异族的事钻出来，你让我去打异族，怎么可能啊？那只有我去吧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拼了老命我也要去。好，我去，您放心。乾坤呐，这是我们玄门的武器，它叫寒烙元铁，拿着它，它就代表我。拿着。师傅，这么重的担子，您真的要给我吗？乾坤，你行的。这么说，司藤小姐决定要去云溪寨。啊，不会真的要打架了吧？你师傅让你去啊？我看还不如别去。你以为我想去啊？哎，既然苍红会长传位给乾坤，让他带领咱们大家，证明乾坤一定是有能力的。咱们这次如果想要相安无事的话，好好配合他。这个司藤肯定一早就做了定论，还非得把我们都吊上了天，不让人过安生日子，还气不气人？还是沈迎灯小姐有办法呀，居然真的让那个司藤相信了。可不嘛，说他鬼精，咱们可谓是更加技高一招啊。那瓦房这孩子，难道真的就给他给害了？可为什么呀？你可真是太平盛世过得久了，不过是异族害个人而已，很奇怪吗？异族是什么？玄门的使命又是什么？不记得了吗？只要这些个外星生物不死，我们就没有一天安宁日可以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天色已晚，我们能回去好好睡一觉吗？书上说睡得饱才能做得好。带大家一起。哦，散会。各位好啊，司藤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这样，他听说瓦房丢了，就说要来看一看，我就把司藤小姐带来了。您看啊，就发生在这儿，那儿有一个摄像头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各位请自便吧。哦，是我挡着路了吗？沈小姐住这间啊？我们大家都住在这条走廊左右。早上送去的赤伞血如之泥，司藤小姐鉴别好了。鉴别好了，颇费了一番力气。
司文小姐，您看出点什么没有？我让秦放跟你说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要怎么跟严福瑞讲，你自己决定吧。怎么样？说啥？他说你别太担心，你就踏实在这待着，瓦房的事他想办法。想办法。司藤小姐，谢谢。您一定要想出办法，费心了。我走了，谢谢。费心。秦放啊，秦放，你到底还是心善。你不也是吗？要不然你为什么不自己说？因为我怕他哭。爸爸，叔叔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只记得你爱吃串串和坚果，多少算一点心意吧。字写的这么难看，怕是10年8年也练不好了。赤伞是吧？你的死期到了。停车！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难闻。这地方确实古怪。王乾坤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？他们比我们早走半天，又是坐飞机，昨天下午就到了。崔导，他们人这么多，也不知道前面设了什么局在等你。万一直接在这荒郊野岭的把我们给弄死，再找个地方这么隐埋，那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要就这么死了，也太憋屈了。
你有什么好憋屈的？能埋在我边上，是你三生有幸。你是龙脉吗？我就这么稀罕挨你边上？以后你再去见沈银灯的时候，把这个带上。这怎么戴啊？穿身上啊。你让我把你头发揣身上，这不太好吧？女子赠人青丝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懂不懂啊？若是把这青丝用丝绦一挽，裹上手帕，再喷上点香水，男人接到了就应该涕泪零落，如珍如宝的揣在身上。那是古代好不好？现代除了变态杀人狂，谁会把女人的头发放身上？多瘆得慌！让你戴你就戴上，不许反驳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下次你再去见沈银灯的时候，衣服可以不穿，但我这头发必须要戴上。这个沈小姐有问题对吧？你不是说她跟陈婉长得一模一样吗？就是因为太一样了，这哪怕是双胞胎，也不可能从声音到长相，到了每一个细节都一模一样吧？我心里有点害怕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害怕？你不是喜欢人家喜欢的要死吗？我得跟你解释多少次啊！有完没完了还？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民歌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，成为般孤独列车驶出了夜色，你望着星河灿烂。